以下有3组笔记本，其中一组是 AI 生成，你能看出是哪一台吗？答案是 A。仔细看天选 logo 这里，如果稍稍优化下码，下面2组通常仅带语拼素材，一组是我用电动滑轨扫的，另一组呢是由 AI 生成，你还能分得清吗？3、2、1，答案是 B。注意壁纸里宇航员手部运动。现阶段的 AI 视频，在仔细盯真的情况下，可能还是能看出来。但如果把 AI 生成和实拍素材混剪在一起，屏幕前拥有写轮眼的你，能看出哪些镜头是 AI， 哪些镜头是实拍吗？They call me Cuban Pete. I'm the king of the rumba beat. When I play the maracas, I go chick, chicky, boom, chick, chicky, boom. Yes, sir, I'm Cuban Pete. I'm the class of my native street. When I start to dance, everything goes chick, chicky, boom, chick, chicky, boom. 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客湾的热带天堂。Take a lesson from Cuban Pete, and I'll teach you to chick, chicky, boom, chick, chicky, boom, chick, chicky, boom. See, senorita, I know that you will like the chicky boom chick. It's very nice, so full of spice. Oh, take my hand on your hip if you interest. Give me your hand, then we shall try, just you and I. If you like the beat, take a lesson from Cuban Pete, and I'll teach you the chick, chicky boom, chick, chicky boom, chick, chicky boom.我是阿狸。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实拍含量不足1%，仅是靠几张照片生成。这里呢做一个小调研，你是怎么看待现阶段的 AI 大模型的？说件我最近身边发生的事情吧。我有个50多岁做实体生意的远房娘娘，10年都没有联系，最近突然来问我怎么装龙虾。我私信里关于本地部署 AI 配置的询问也越来越多，很多弹幕也经常 Q 我，某某镜头是怎么实现的，能不能出个教程呢？所以今天我将从数码 UP 主的角度出发，分享我的 AI 后期工作流程、保姆级本地 AI 部署教程，以及适合初学者的低成本 AI 硬件方案。我将 AI 接入后期工作流的原因很简单，数码区太卷了。不少观众除了喜欢产品横评，也很爱横评 UP 主。也正因为卷，我们区好几个 UP 主买了机械臂来提升运镜。要知道这玩意儿入门款20万，高阶点的要100万呀。只是我在 Team 那儿体验后发现，用机械臂做复杂运镜需要预编程非常繁琐，所以我把这笔预算优化成了高速电影机特种镜头，开始研究如何用 AI 让运镜更加的花里胡哨。而这都是我用 AI 制作的英雄镜头。
此素材大多一次过，几乎没怎么抽卡。想不想知道是怎么优化的？现阶段 AI 并不擅长无中生有，很多是针对固定场景的预训练，模板式整合很强大，但超出训练范围就会暴露短板。目前 AI 真正擅长的是基于一定的原始数据脑补针尖信息。没错，我用的正是真生成方案，为给 AI 基于现实的坐标和光线信息，让其脑补运动过程。由于光照、美术布景都是我在现实中精心设计的 ，AI 味呢就很淡。比如开场的笔记本只用了打开前后的2帧，让 AI 猜中间帧，提示词呢也就一句打开笔记本。可能有观众吐槽了，拍照和拍视频的工作量不就是按下快门吗？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甩出手机的子弹镜头。同样由实拍照片生成，一帧握持特写，一帧扔出全景。这一帧悬空手机其实是用钓鱼线吊起来的，只是我把线 P 掉后再喂给 AI 脑补过程。你猜，如果是实拍仿照《黑客帝国》的子弹时间，需要什么设备，花多少钱？当然，除了子弹时间外，真生成方案也非常适合变装。请别切换，环绕镜头。进到底。这一段我去年生成的苏妈胜利结算，神情运镜比较自然的原因不是用了什么特别牛叉的模型哈，是我画了关键分镜，再图生图写实化，最后用真生成大法来完成运镜。只要你擅长分镜，理解运动规律，就不用浪费很多的精力来想提示词和 AI 沟通，能极大减少抽卡。道理也很简单，你在路边看到一只很可爱的猫猫，给朋友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大堆描述猫的长相，它不一定脑补对，但你给它看照片或者画一下，瞬间就能 get。除了视频 AI， 很多图像 AI 在动作着装定制上也非常出色，以至于现在哪怕拍实拍封面，也会参考 AI 提供的动作穿搭和构图。而数码类 AI 封面流程很简单，先采集真人信息，确保人物一致性，再喂几张产品照即可。这里也考考大家，以下封面哪组是 AI 梨，哪组是真阿里呢？答案是。而在工具的选择上，我采用的是端云混合，云端用 Nano Banana 可伶 3.0， 本地用 Comfy UI One 2.2。目前本地与云端 AI 各有优劣，云端闭源效果好，但需要充会员按次收费。本地开源模型虽然说效果稍逊，但能不限量使用。通常是先用本地生成达不到效果，再用云端，这样的成本非常的划算。因此呢，我整理了几个适合小白的常用 AI 部署教程。首先是本地生图生视频的 Comfy UI 工作流 ，N 卡 A 卡用户可以直接在官网下载 ，I 卡可以在 GitHub 找整合包。Comfy UI 可以理解为多模态 AI 合集客户端，有魔法可以在客户端下载各类模型，下载没速度则推荐去模搭社区。在多模态模型中找各类你感兴趣的模型，下载后放到对应的文件夹即可。而语言类的本地部署同理，下载 LM Studio 客户端，模型同到模搭社区获取。需要注意的是 ，LM Studio 加载的是 GGUF 格式，不要下错哦。左侧栏 My Models 可以找到模型存放路径，将下载好的模型放入即可。如果你还想在本地养虾，个人推荐 GitHub 上 Venusail AI 团队开发的 QualX 傻瓜式桌面客户端。安装前，先在 LM Studio 设置中开启 Developer Mode。启动 Server 并加载已备好的模型，手动调整上下文长度后加载。QualX 安装完成时不要勾选运行 QualX， 直接关闭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软件会自动配置 OpenQual 环境。Windows 弹出网络防火墙请求时选允许，模型提供商选择自定义。URL 填写 LM Studio 加载模型后右下角的本地服务器地址。API 觅食则在本地服务器地址上方，通常为模型名称，验证通过即可正常使用。很多观众也问过我，跑本地模型需要什么配置？不过本期视频主要面向的是初学者，从业者如果想要测某款卡或者模型，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来告诉我，只要我买得起，后续会给大家测测的。说起 AI 硬件，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 N 卡，但消费级的 N 卡和计算卡完全是两个次元。
计算卡的价格别说是个人中小企业都难以承受。但消费级 N 卡显存又很少，哪怕是 AI 修复 1080p 视频至 4K 这种机操 ，Topaz 星芒模型直接吃了快30G 显存。Flash VSR 超分 4K 对显存的需求还会更加离谱。定位专业与游戏间的 RTX Pro 6000虽然有 96G 的显存，但单卡要7万块。因此，很多炼丹党拿游戏 N 卡找维修店加大显存。目前这种方案性价比确实高，但魔改意味着放弃官方保修。苹果 M 芯片统一内存表现虽说也特别夯，但大内存版本价格更夯。所以一直有很多观众问 B390、8060S 这类内存当显存的超级核显跑多模态到底咋样？但又担心红蓝两家的 AI 生态不好，为此我做了测试。从理论来看 ，B390 核显相当于一张不怕爆显存的2060，8060S 相当于不怕爆显存的4060。首先是 ComfyUI 中压力极大的千问 Image 2512，我们可以看到 388H 当场去世，直接报错。AI Max 一张图差不多要15分钟，但好在能免费跑，而压力没有那么大的 Image 就好了很多。令我惊讶的是 ，AI Max 居然能跑得动 Van 2.2 14B 视频，而 Panther Lake 再次去世。为此，我咨询了英特尔的工作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后续会修复。毕竟 AI Max 早上市1年嘛，我也亲眼见证了 ComfyUI 从最初不支持 AMD 到逐步适配。但在语言模型推理速度上，这种场景就是比谁内存大，大内存版 AI Max 几乎就是纯优势了。令我非常不解的是 388H 明明有 96G 的，但国内清一色 32G， 我在某东蹲了1周都没买到 64G。你要说是内存紧缺造成的，隔壁395 128G 敞开卖，120B 的模型可以本地跑。而游戏方面 Panther Lake 表现就非常抢眼，魔兽世界仅凭40几瓦的功耗实现了以下可上，吃鸡也同样如此。虽说395总体游戏性能更强，但确实是用数倍功耗换来的。因此，这两种超级核显虽同属消费级 AI 硬件，但路线完全不同。Panther Lake 388H 更注重能耗比，主打在意续航又有轻度本地 AI 部署和游戏需求的人群，若做成掌机形态将绝杀。AI Max 395则更注重性能，针对需要大显存模型的应用，并兼顾户外使用。多模态虽说不快，但胜在全能万金油。由于这两颗芯片的功耗不同，严格来说是不该进行对比的。此次测试呢，只是想看看它们的性能是否能够满足初学者对本地 AI 的基本需求。不过，因为今年存储价格暴涨，即使是入门级也不便宜啊，你需要根据实际的需求来进行权衡。如果你平时主要用云端 AI 生产的量也不大，还不怎么玩游戏，那么不买可立省100%。即便考虑换机，搭载 A18 芯片3000元左右的 Mac Neo 就足够了。要颜值有颜值，要续航有续航。如果你的 PC 游戏玩得多且杂，同时有本地多模态 AI 需求，常用模型显存需求在 12G 以内，可以考虑995x3D 加5070 钛游戏本或者台式机。但如果既要本地去跑特吃显存的大模型，又要养虾，还要玩3A 大作并兼顾户外使用，最适合你的就是 AI Max 芯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本地养虾调用语言模型非常吃内存，建议至少 64G， 钱包允许的话最好 128G 版本。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下，小龙虾调用语言模型的一瞬间，到底要吃多少内存和显存。当然，你要是完全不差钱，直接顶配 M Mac 或者 RTX Pro 6000走起。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我的视频，记得1键3连哦。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再见。